不愧是情人节啊！今天光是给酒店送情趣用品，我就跑了5趟。倩倩之前说她自己头晕，看来已经休息了。等我送完这单，就下班过去陪她。你好，您的外卖到了。知道了，马上来。哎，这个声音怎么跟倩倩一模一样？你好，给我吧。倩倩，李倩倩，你不是说在家休息吗？你为什么会在酒店还穿成这个样子？我说话呀！这不是我老同学叶凡吗？怎么转行送外卖去了？傅少，那个臭送外卖的刚刚拽着人家的手，弄疼人家了。好啊，李倩倩，你竟然背着跟傅金燕出轨，给我脱鞋！我打死你！你一个送外卖的也敢对我指手画脚？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在呼海消失？傅少好厉害呀，比叶凡这个废物强10000倍。为什么？你背叛我？叶凡，情人节，你连个3万块的包都舍不得给我。傅少，他送我的可是100万豪车，我当然要选择好好陪傅少了。叶凡，你放心，我一定会用你送的这些玩具好好玩你女朋友的，让你也有点参与感。讨厌，傅少。走吧。李倩倩，傅金燕，你一定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检测到宿主强烈不甘心，系统激活中。恭喜宿主绑定废品回收10000倍返还系统，本系统会根据回收物品的价值进行10000倍返还。系统？我确信系统了，回收废品10000倍返还。回收价值3毛钱塑料瓶1个，获得回收金3000。支付宝到账3000元。我靠，有了这个系统，居然打李倩倩、傅金燕这对狗男女，走上人生巅峰，指日可待呀！不错，将军，收废品啦！100块一斤，100块一斤，100块钱一斤。我操！什么？废品100一斤，100块一斤，看看去，走走。收废品啦！100块一斤。小伙子，你刚才说你这里回收废品100块一斤，不会是骗人的吧？大爷，中国人不骗中国人，这个价格保证童叟无欺。这100块钱都能买2到3斤牛肉了，这1斤废品能卖100块钱，这谁信呢？不信。走走走，快快快！小伙子，看看我这堆废品能卖多少钱呢？好嘞，大爷。一共7斤4两，给您抹个粮，算您8斤，总共800块钱。哎呦，来，大爷，我给你转一下。支付宝到账800元。哎呦，没想到这堆废品竟然真的能卖800块呀！哎呀，我的，是我的，是我的。哎，我的，是我的。别急，安全啊！哎，你等会儿。哎，好了，小伙子。倩倩，你看那个捡破烂的，是不是叶凡呢？还真是，幸好我跟这个废物分手了，要不然我的脸都被丢光了。
走吧。哎呀，忙了一天了，收了几百斤废品，也不知道系统返还了我多少钱。10百千万10万，我去，600亿，这还是我的银行卡吗？这样回收废品的速度还是太慢了。如果我把破产公司和烂尾工程给回收，不知道算不算回收废品？收购破产公司，符合系统回收要求，已为宿主寻找到合适的回收项目。帝豪酒店回收估值700亿，700亿，太好了！待我收购帝豪酒店，我的余额就能正式突破1000亿，在成为全球首富的路上又进了一小步。啊，懂不懂规矩啊？收破烂走后门去。我不是来收破烂的，我是让他收。让他收。副总，人家出来讨生活也不容易，咱们能帮一把是一把。再说酒店马上也撑不住了，这些废品就让他收走吧。哎，这不是我大学班长苏黎吗？班长，你是叶凡？对，你当初学习成绩不是挺好的吗？怎么干上废品回收了？我现在确实是做废品回收的，不过我今天不是来收废品的。我听说帝豪酒店打算……苏总，欠我的3000万该还了吧？顾少，离我们约定的还款日期不是还有2天吗？这样，您再给我点时间。苏总啊，这钱呢也不是非得今天就要。这样，你陪我睡一晚上，我给你缓1个月，利息全免，怎么样？总比你卖酒店划算的多吧？啊？顾豪是你别太过分，我就算是把酒店送人，也不可能让你碰我一根指头。给脸不要脸是吧？行，那我就把你这个破酒店给砸了。走。慢着，不就是3000万吗？我替他还。你个臭捡破烂的，你知道3000万多少钱吗？啊，你这条烂命都不够买老子手上的血价，还3000万。叶凡，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先走吧。许行长吗？如果你还想我的钱继续存在汇丰银行的话，3分钟之内带着3000万现金送到帝豪酒店门口。是，我一定到。哟，还知道汇丰银行呢？啊，你今天真能让汇丰银行的许行长3分钟之内把3000万送我顾豪生，名字就倒过来写。那倒不，如果我真能拿出3000万，我要你下跪，并且给苏黎道歉。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傻子，没想到你他妈就是活腻了找死！给我废了他！叶凡，叶先生，您要的现金3000万到了。叶先生，您要的现金3000万到了。汇丰银行的效率还算不错呀。叶先生，由于您在我行的现金存款突破了600亿，600亿啊！这用钱都能把我们国家给砸死啊！所以我行为你特意定制了一张无限额至尊黑金卡。全球仅此一张，请您笑纳。叶先生，是我愿不是泰山，我真的给你跪下赔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3000万你拿走，若日后你再敢骚扰苏黎，后果自负。
多谢叶先生高抬贵手。拿起来，走。那我们继续谈收购帝豪的事情吧。好。啊，你要收购帝豪酒店？对。叶凡，我转让酒店本来就是为了还债，现在你已经还清了帝豪酒店的债务，那现在你就是帝豪酒店的新主人了。我替你还债，是因为你曾经在大学帮过我很多。帝豪酒店的市场收购价格远不止3000万，我给你再加7000万，如果你觉得合适，我们这就签合同。哎，就这么定了，再拒绝就没拿我当朋友了。叶凡，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举手之劳罢了。另外，我想聘请班长当我的助理，顺便帮我置办一辆代步车和一栋清静的别墅。放心吧，包你满意。叶凡，这是代表帝豪酒店的最高徽章，现在它属于你了。谢谢。叶先生，那我就先离开了，我行愿意随时为您提供服务。走。恭喜宿主回收帝豪酒店，获得回收金700亿。班长，我还想在酒店外面逛一逛，你先处理酒店的事。还叫我班长呢？现在我是你的助理，以后你就叫我苏助理就好了。好嘞，苏助理。叶凡，收破烂去啊！哟，叶凡，收破烂去啊！叶凡，这才几天呀，你就从送外卖的沦落成收废品的了。果然，废物一辈子都是废物。叶凡，给你留的。你们别说同学们没照顾你生意啊！你们可别太过分！你们知道现在叶凡可是……没事。班长还是和大学时期一样，总是在我被欺负的时候挡在我面前。苏总，今天是咱们班大学同学聚会，特意选了你的帝豪酒店，别因为叶凡这个只会收破烂的废物，就坏了大家的好心情。就是呀，班长，咱们快点进去吧。叶凡，你看，苏黎，像叶凡这种废物，连进帝豪酒店大门的资格都没有，你管他干什么？就算你让他进来，你看他敢进吗？区一个帝豪酒店，有什么不敢进？傅经验、李倩倩，如今我有系统在手，这次饭局，我一定会狠狠打烂你们这对狗男女的脸。班长，我们走。走。这就是帝豪酒店的包厢吗？这也太豪华了！要不是傅少，我们这种人哪有资格来这儿吃饭？大家都是同学嘛，都坐吧。哎呦，叶凡，我是真不知道你也会来，所以我特意撤了一把椅子。要不你站着吃，反正我们大家都不介意。叶凡，你也别干站着了，给大家倒个茶，倒个酒，顺便上一下菜，就当是你报答我们带你来帝豪酒店吃饭吧。你们别欺人太甚，要知道叶凡可是……你们别欺人太甚，要知道叶凡可是……要是我不愿意呢？你不愿意？你一个捡破烂的，还想蹬鼻子上脸？倩倩，咱没有必要跟一个废物争。那叶凡他想留着，那就让他留呗，就当我们施舍他的。傅少，你还是太善良了。倩倩，我记得你不是叶凡的女朋友吗？现在是跟傅少在一起了？哼，叶凡，他也配？充其量就是个废物舔狗，情人节连个包都买不起，不像人家傅少，哼，一出手就是100万豪车。哦，还有，这是傅少送给我帝豪酒店的顶级会员卡，价值200万。但凡是个女人，也不会选叶凡这种废物吧？太羡慕你了，倩倩。要是我也能遇到傅少这样的好男人，让我开豪车住豪宅啊，我也愿意。副总。
以后多多关照。一群见利忘义的小人。叶凡，你似乎看不起这200万的会员卡。今天要不是有苏黎在，你恐怕连帝豪酒店都进不来吧？要是叶凡没有资格进入帝豪酒店，那恐怕在座的各位都没有资格进入帝豪酒店吧？班长，我知道你为人仗义，但他叶凡就是一个扶不上墙的烂泥，你又何必护着他？你上大学的时候，不是标榜自己追求真爱，鄙视物质，这怎么傅君燕的一辆100万豪车和一张破会员卡，就让你自己打自己脸了？你懂什么？那是傅少爱我的证明。叶凡，我让你加入饭局，已经是对你大发慈悲，你现在居然还敢对倩倩不敬，那我只好请保安来把你给赶走了。班长，这帮苍蝇太恶心人了，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够邀请您去帝豪酒店最高级的包间天字号一起共进晚餐呢？你是不是捡垃圾把脑子给捡傻了？你是不是捡垃圾把脑子给捡傻了？你知道帝豪酒店天字号包厢准入标准是多少吗？至少100万。你全身上下有1000块吗？哎，傅少，叶凡他就是嫉妒我找到更好的人，所以他才夸下海口，想要找回那丢失的一点点尊严呢。叶凡这种男人呐，真下头，明明没钱呀，还喜欢装。谁要是跟了叶凡呀，真是倒了8辈子霉。班长，现在你知道叶凡是啥样人了吧？千万不要相信他。我相信叶凡，他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而且叶凡他从来不撒谎。你为了给叶凡开脱，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呀？你不会跟叶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吧？李倩倩，你在胡说什么？这事跟苏黎没关系，有什么事冲我来。既然你这么有底气的话，那你就给大家证明一下，你有资格进入天草包厢。哎，傅少，叶凡这个全身上下找不到1000块的人，咱们还是赶紧把他赶出去，免得坏了大家吃饭的兴致。既然大家都想看我到底有没有进入天字号包厢的资格，那就给你们开开眼界。睁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清楚了。这是什么？一堆破铜烂铁，有什么好看的呀？你总不可能说他是帝豪酒店老板的专用徽章？你是帝豪酒店的主人？什么呀？叶凡一个捡破烂的，怎么可能是帝豪酒店的主人？这不过是他淘来的垃圾罢了。我不配当帝豪酒店的老板，难道你配吗？好，死到临头了还嘴硬是吧？看来我今天不打你的脸，我傅金燕这个名字倒着写。服务员，结账。您好，先生，您本次消费一共50万。叶凡，你既然说你是帝豪酒店的老板，那就把这50万的饭钱结。对你来说，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吧？对你来说，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吧？没问题啊，同学相聚一场挺不容易的。今天这顿饭我请了。叶凡，你还真给自己当个人物了，还什么相见不义？你真以为自己是帝豪酒店的主人呢？叶凡，你真是得寸进尺。你明就是一个进入帝豪酒店蹭吃蹭喝的废物，我看你还怎么拿得出50万？50万，叶凡的资产恐怕比各位加起来都多。班长，就叶凡这收破烂的工作，得花多少年才能赚到50万啊？他资产要是能超过我现在就转行去收垃圾。叶凡，你可别最后因为结一顿饭钱花光一辈子积蓄，最后还得刷盘子还债。服务员，买单。
这是汇丰银行的黑卡。不对，汇丰银行的黑卡我见过，最少要存款10个亿。这个不是黑卡，但是它看着比黑卡更珍贵。比黑卡还要珍贵？听都没听说过，这肯定是叶凡又从哪儿淘来的垃圾，还真以为能刷出来钱呢？叶凡这个舔狗舔了我整整3年，他有没有黑卡，我能不知道啊？给我进来！副手，等会儿如果叶凡这个黑卡刷不出来钱的话，那就证明他是伪造黑卡，先把他腿打断，然后送到执法局处理。是。傅经验，这里是帝豪酒店，不是你在这里撒野的地方。如果叶凡这个卡是假的，那我们这是在为民除害啊！同学们，你们说是不是啊？对，我支持副少。副手，我也支持你。支付成功，收款50万元。他真的有50万，他真的是汇丰银行的黑卡，他真的是亿万富翁。哎，大家愣着干嘛呀？菜凉了，不吃多可惜啊！峰哥，刚说我永远不是泰山，其实学生时代你就是我的偶像。凡哥，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帅啊？刚好你跟李倩倩分手了，你看看人家怎么样？不好意思啊，我一会儿有件事情要处理，大家吃好喝好啊，喝好，吃好，走吧。你看傅经验和李倩倩，他俩脸都黑了，特别是李倩倩，她抛弃了亿万富翁，最后选了一个纨绔富二代。我就不信叶凡一个捡垃圾的能咸鱼翻身成富豪，我倒看看他还能做到什么时候。叶总，代步车呢已经停在了别墅区停车场，已经录入了你的声纹，你只需要声音就可以启动了。班长，别这么生分，叫我叶凡就可以了。对了，物业的经理呢已经在门口候着了，想当面跟你来交接钥匙这些，用不用我去帮你推掉？没事，我过去一趟，正好看看能不能将整个别墅区的废品都给回收了。叶凡，你明明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为什么还要做废品回收啊？亿万富翁是我的副业，收破烂才是我的生活。我这个人呢，最热爱生活了。先走了。注意安全。好你个叶凡，我就知道在骗我，你就是个捡破烂的。嘟嘟嘟嘟嘟嘟，叶先生，恭喜您成为云顶最尊贵天字号别墅的主人。这是我的名片，您的钥匙。以后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行，那就麻烦你了。这就是您的别墅。哎，空瓶子别扔，给我吧。回收塑料瓶1个，获得回收金3000。这些塑料瓶子都别扔，可都是钱呢。哎呀，不愧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亿万富翁呀！您这样又环保又勤俭持家，在下佩服佩服。果然有钱人的癖好就是不一样。哦，对了，有件事想麻烦你。您尽管说，我一定能办到。我希望物业能帮我收集整个别墅区的废品，交给我来回收。您要这些破烂干什么？当然了，也不能让你们白忙活。我将每月额外支付你们100万，作为你们的辛苦费。好呀好呀，我现在马上叫人去收集小区内所有的废品。您稍等片刻啊！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
现在所有人立刻马上把小区内的所有废品收集起来，打包送到我指定的地点。现在，5分钟之内马上完成，快！哎呀，看来还是有钱好办事儿啊！我得多雇几个人，帮我一起收集废品。要不我买几个废品站？哪来的捡破烂的？哎，这可是云顶别墅区，不是你这种穷鬼能进来的，赶紧滚，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傅经验、李倩倩，你们俩还真是阴魂不散呐！我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让苏黎陪你一块演戏的，但这可是云顶别墅区，你一个捡破烂的，连呼吸的资格都没有。保安大哥，你看他这模样，背个大破袋子，还东张西望的，一看就是来踩点偷东西。你可千万别放他走。听见没，臭捡破烂的，这不是你该来的地儿，赶紧给老子滚蛋，不然老子先打你一顿，再请你去吃牢饭。看清楚了，我可是天字号别墅的业主，这是我的房产证，你凭什么赶我？你，呸！你现在最好挪开脚，将我的房产证擦干净交给我，这样这件事儿还有回旋的余地。你随便从垃圾堆里捡一个破本子就想冒充房产证？我说叶凡，你现在连脸都不要了？呸！天字号别墅最少是6个亿，就你这德行，600块都掏不出来吧？拿个假证在这糊弄谁呢？赶紧带着你这堆垃圾滚出去，别耽误老子时间。叶凡，你可别装了，承认吧，你就是想在我面前刷点存在感。叶凡，你装逼装到云顶别墅区，你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喂，叶先生，您有什么指示？黄经理，你们的物业招人标准是不是太低了？你们这儿的保安连别墅的业主都不认识，现在正拿着撬棍还要赶我出去呢。叶先生，您先消消火，我现在立刻过来处理。尽快。你们的黄经理马上就要到了，你最好想想怎么跟他解释吧。啊，哼，你小子还演上瘾了是吧？就你呀，还能认识我们黄经理？你他妈怎么不说你认识乌海城主呢？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德行，你也配？我看叶凡，你还真是捡破烂捡疯了吧？还真以为靠一张嘴说说就能变成这云顶别墅的成功人士了？我最后再说一遍，立刻给老子滚出去，不然我这棍子可不认人！你给我住手！你刚说要把谁赶出去？黄经理，您误会了，他想混进来，我就按规矩。天字号的业主你都敢动，这身衣服你是不想穿了吧你？天字号业主？没有啊，我就是看这个收垃圾的在这瞎晃悠，我怕他偷东西啊，所以才想着把他赶出去啊。他怎么可能是天字号业主呢？你，叶先生，实在是抱歉，都是我管理无方，让这个蠢货冒犯了您。为了表示歉意，我们将会免除您未来5年的物业费。黄经理啊，你们的物业团队真得好好培训。再有下次，我不介意帮你们团队换换鞋。是，叶先生，您批评的对啊，这件事情我一定会严肃处理，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他真是天字号业主？怎么可能？他明明就是个收垃圾的，他怎么会是天字号业主？这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站在你面前的，正是全款买下天字号别墅的业主叶凡叶先生，你竟然要把他赶出去！我该怎么处理你？叶先生，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天字号业主，我就算吃了熊一帽子胆，我也不敢拦你啊！
求你饶过我这一次吧！滚开！得罪了叶凡叶先生，没人能保得了你。现在就给我滚！哎，叶先生，您看我这么处理，您还满意吗？黄经理希望我下次踏进云顶的时候，有一支专业的团队。是，叶先生。叶先生，您慢走啊！二位是自己走呢，还是要让我叫人请你们？你走。叶凡跟我分手不到1个月，凭什么他就能成为亿万富翁啊？还能住上云顶最豪华的天字号别墅？哼，那个叶凡，他肯定是受不了我抢了他的女朋友，所以故意串通那些人演给我们看的。哇，这不是法拉基尼今年出的限量款超跑吗？落地就要3000万！快，富哥哥，快帮我拍照，我要发朋友圈，快点儿！哇，这不是法拉基尼今年新出的限量款超跑吗？我还是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呢。大哥，这是你的车吗？我们可以拍照吗？保证不会刮花你的车。3000万的车，说买就买，一看就是云顶别墅的富家公子啊！哎呀，3000万而已，小钱嘛，主要是女朋友喜欢。你女朋友真幸福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像你这样又帅气又多金的男朋友啊？你看人大哥的女朋友，长得好看，气质还好，一看就出自于大户人家。想拍照就快点，别把我男朋友送我的新车给刮花了，否则卖了你们也赔不起。谢谢帅哥美女，我们就拍照发朋友圈，绝对不会刮花你的车。哇，快拍！拍！哇塞！我去！哎，苏雷跟我说的车，应该就是那一辆，为什么车旁边这么多人呢？哎，你们围着我的车干什么呢？哎，我说你一个捡破烂的，还敢口出狂言？这车可值3000万，你要是不小心蹭到了，小心人家大哥让你连破烂都捡不了。没钱还喜欢吹牛？这车要是你的，我当场把你编织袋的塑料瓶全吃下去。就是，大哥，不用你出手。如果这个捡破烂的还敢骚扰您二位，我就帮你们把他撵走。副少，你说这是你的车？这车是刚发售的限量款，就算叶凡有钱也未必买得到。我可不能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丢脸。对，这车当然是我的。就是，这3000来万对我们富少来说只是小钱，但对你这个捡破烂的废物来说，恐怕一辈子都挣不到吧。那既然是富少的车，富少能不能开车跑2圈，让我们大家都长长见识啊？是啊，听说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最新款的 V12 发动机呢，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 V12 发动机的轰鸣声呢。是啊，大哥，您都答应我们拍照了，不如去开2圈，让我们体验体验 V12 发动机的魅力吧。你一定会答应我们这个小小的请求的。当然了，不过我今天出门着急，没带车钥匙。下次。够了，允许你们这些人拍照就已经不错了，还想着得寸进尺。可我怎么记得这辆新款车最大的卖点之一就是通过声纹录入可以直接启动车辆。对啊，我差点忘了还有声纹启动这个黑科技呢。大佬，求求你了，你就让我们开开眼界吧。我就不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黑科技，我就喜欢车钥匙，所以我就没有录入声纹。果然，有钱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大佬一定是觉得声纹录用太麻烦，所以才用车钥匙。叶凡，看够了吧？看够了就滚远点，别把我的新车给弄坏了。基尼，启动车辆。
哇塞！傅少，这不是你的车吗？怎么我的声纹也能请我？哎，傅少，这车不是你的吗？一定是你刚才偷偷录入了声纹。倩倩，赶紧打电话报警，把这个捡垃圾的给我抓起来。好。这声纹貌似是在买车的时候就已经录入进去了。怎么，你的车不会是我买的吧？原来这辆超跑是你的，帅哥，你还单身吗？我觉得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大哥，之前是我狗眼看人低，我给您赔不是，对不起。我早说，这位帅哥虽然穿得破烂，但是一看就有富贵相，这车就应该属于你。傅少，做人呢要脚踏实地一点，不要总装逼为了满足，赢点虚荣心。还以为他是什么富家子弟，原来就是个装货，真吓人。他女朋友也不是什么好货，这两人在一起真是般配。叶凡，今天这事咱们没完，你给我等着！慢着，我让你俩走了吗？我让你俩走了吗？你还要干什么？你女朋友坐在我的车头，给这里刮花了，修补至少300万。300万？你是微信呢，还是支付宝啊？傅少，不是我，肯定是他故意陷害我们的。都不承认是吧？反正这停车场有监控，要不然我找治安大队过来处理一下。啊？傅少，救救我！你自己闯的祸，自己想办法解决。谈你这样的女朋友，真是让我倒了8辈子霉了！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叶凡，哎，叶凡，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你放过我这次，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赔偿的事儿，我的助理苏黎会负责跟进，你直接跟他对接。至于你，我对二人手不感兴趣。你说谁是二手货？这附近的废品回收站基本上都被我给回收了，感觉效率还是不够高啊。看来还是得多买几个回收站，再雇点人帮我回收。算了，还是先回酒店看看酒店附近的废品吧。我去，不是吧？我停在路边还能被追尾？我去，不是吧？停在路边还能被追尾？哎呦，老头子，你咋这么不小心呀？我哪知道呢？我就是看下路边有没有空瓶子，所以就……哎呦喂！小伙子，不好意思啊，我把你车给撞了。你看需要赔多少钱，我赔给你。大爷，这可是限量版敞篷跑车，价格至少3000万。什么？3000万？而且
车尾这个损害情况，想修好至少得要500万。500万！而且车尾这个损害情况，想修好至少得要500万。500万！哎呦，我去哪儿去找500万呢？这大爷着实可怜啊。撞上豪华跑车，倾家荡产也不一定赔得起。哎呀，老头子，是咱们先撞了别人的车子，咱们赔钱是应该的。哎呀，别扭扭捏捏的像什么样子？哎，小伙子，十分抱歉把你的车子给撞了啊！但是我跟老头子一时半会儿确实也拿不出这么多钱。这是我和老头子的所有身家，我俩以后赚钱呀，都给你。要是你还不相信，我把身份证压在你这儿。不行啊，老婆子，这些钱都是给你治病的。这是我和老头子的所有身家，都给你。不行啊，老婆子，这些钱都是给你治病的，你给了他，那咋办呀？我在想办法。咱们有错在先，你听我的。哎呀，你看，小伙子，你这是……既然赔不起钱，那就用其他方式解决。小伙子，既然赔不起，那就用其他方式解决了。小伙子，你想打一出戏，你打我，求你放过我们家老婆子，她有糖尿病，扛不住啊！老头子，这老夫老妻真是命苦啊！本来就贫穷，大妈还被糖尿病折磨。哎，要是被打一顿能少付500万，哎，也算是一种解脱了。好了，这下咱们两清了。哦，这是……这就结束了？对啊，咱们扯平了。好了，这下咱们两清了。这就结束了？对啊，你刚才刮了我的车，现在我敲了一下你的车，咱们扯平了。好人啊！小伙子，我真的太感谢你了，要不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太感谢了。使不得，大爷大妈，咱们已经扯平了，你感谢我干嘛？还是这哥们格局大呀，活该他开跑车。是啊，这种人有钱，我是一点都不嫉妒，这都是他们应得的。孩子，大妈知道，哎呀，这年头赚钱也不容易，不能让你亏这么大。以后呀，我和老头子赚的钱，除了生活费和看病的钱外，都交给你。大爷大妈，真没事儿，小剐小蹭而已，我自己开去休息就好。反倒是您，大爷刚刚说您得了什么糖尿病。是啊。我这一辈子呀，也没富贵过，却得了这个富贵病，真是造化弄人呀！大爷大妈，我想请您二位帮我个忙。小伙子，别说一个忙，就算是1000个、10000个，我和老婆子都愿意帮你的。是啊，孩子，你尽管开口，我老婆子呀，还是有力气在身上的。
大爷大妈，没有那么夸张。您二位是做废品回收站的吧？对了，我想请您二位帮我收集废品，顺便帮我联系一下护海的其他废品站，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加入我的旗下。就这些？是啊。哦，我是帝豪酒店的老板叶凡，帝豪酒店目前就是我的工作地点。到时候二位收集完废品，送到这个地点就行了。我会以100块1斤的价格回收。除此之外，我会给你们二位每人每个月5万块，还有5险1金。我会以100块1斤的价格回收。除此之外，我会给你们二位每人每个月5万块，还有5险1金。叶老板，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当然了，我这个人比较爱回收废品，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嘛。哎呦，叶老板，你这让我们怎么感谢你啊？哎，这有啥好感谢的？大爷大妈愿意帮我打工，我应该感谢您二位才是。回头我给市里医院打个招呼，大妈，您直接去医院看病就行。叶老板，遇见你呀，真是我老婆子三生有幸啊！真的感谢你啊，叶老板，我们一定好好的努力工作，多帮你招点员工进来。哎，那我就先谢谢大爷大妈了。那我们现在就带你到废品站去看一看。对。哎，好嘞，大爷大妈，一会儿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慢一点。哎呦，放心了，叶老板，这一次啊，我一定把你和老婆子安全送到啊。好嘞。哎呦，放心了，叶老板，这次啊，我一定把你和老婆子安全送到。好嘞。这就是我们的废品站。叶老板，我们这个废品站呀，环境虽然不太好，但是我和我家老头子呀，会尽力去改善的。这哪是废品站呢？这就是我的金山呐！不用改了，我太喜欢这里了。大爷大妈，我立刻派人来签合同。好。老头子，叶老板怎么会喜欢我们这个又大又乱的废品站呢？这有钱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哪知道的？只要叶老板喜欢，我们保持就好了啊！这有钱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哪知道的？只要叶老板喜欢，我们保持就好了啊！谢谢你，叶老板，我和老婆子再次感谢你。没事儿，以后还得多指望二位帮我一起回收废品呢。那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好，叶老板，那你们慢走啊。走。走。叶凡，你不是让我在帝豪酒店腾出一间仓库放可回收的废品吗？怎么这又收了一个废品回收站？把废品放在帝豪酒店，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会影响客流和正常运作，而且什么？而且帝豪酒店是你一辈子的心血，我不想因为我的要求葬送了你的心血。我只希望你能快快乐乐的为我工作。谢谢你，叶凡。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去逛商场吧，给我买几件衣服。好，谢谢你，叶凡。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去逛商场吧，给我买几件衣服。好。苏助理，我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奢侈品服装店，如果你有什么看好的包包或者衣服，都可以买，就当做你的员工福利了。老板真大气。欢迎光临本店，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你好，
我想帮我身边的这位男士挑几套合身他的衣服，你有什么推荐的吗？那个新来的，你来对接这组客人，我还有事儿。你好，接下来我来服务二位。哎呀，看来人家觉得我买不起这里的衣服。叶凡，这事儿不怪你，是那个人狗眼看人低。这样，我们先看衣服，等会儿有他后悔的。好，先生，这边请。What do you mean God gave me two left feet? Shooting me glares from the passenger seat. Come on, baby, we got all dressed up. 这件也不错，是最新款。Why, baby, why don't you give me trouble? Trying to hide is not to be seen. But I know you mean well, step on my feet. Come dance with me. 这件衣服要2万多，太贵了，没必要。先生，您女朋友眼光真好，一下就看中了本季度卖的最好的新品连衣裙，要不要给您拿一件合适的尺码试穿一下？你误会了，我们不是男女。那就麻烦您拿一件合适的尺码，给他试一下。好嘞，我这就去仓库取一件。谢谢。哎，谁准你去仓库取货的？不知道试穿之前要先核验顾客的购买资格吗？可是姐，经理开会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呀。我在这家店待了5年，规矩是什么我能不知道吗？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试穿？对不起啊，女士，我们店的规定，在试穿之前必须核验顾客的购买资格，也就是验资，免得有些顾客试穿了以后把衣服弄坏了，还赔偿不起。你什么意思？是觉得我们买不起吗？哎，女士，我可从来没有这样说，只是遵守规矩罢了。把你们的经理留下吧。抱歉，我们经理很忙，没有时间管这些繁琐的小事儿。我和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人没什么好说的。你这人怎么说话呢？果然，穷人就是没教养，穿着一身破烂就敢进我店，也不撒泡尿照照，看看自己配不配。怎么回事啊？经理，我正在处理2位闹事的顾客，明明没钱，还在这无理取闹。您看，要不要叫保安把他们赶出去？尽快处理，不要打扰其他用户购物。好的，经理。经理，把我赶出去，这个后果你承担得起？这是……经理，你放心，我马上就去叫保安，把这2个无理取闹的顾客赶出去。你给我闭嘴！你找死别带着我！经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叶先生是汇丰银行最珍贵的黑金卡持有者，他卡里的钱把我们整个品牌都买下来，都绰绰有余。叶先生，十分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购物体验，您今天的消费全部免单，希望您能原谅我的失职。把我和苏黎看好的衣服都给包起来吧，送到车上。哦，对了，这位小姐的服务很专业，你懂我意思吧？是啊，叶先生，我这就去办。你的专业能力过硬，提前转正，并提拔为销售主管。谢谢经理，谢谢叶先生。至于你们啊，嫌贫爱富，区别对待，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员工，你被开除了。完了。叶凡，你究竟是怎么成为亿万富豪的？怎么，这么想要了解我？你是我老板，我只有了解你，才能协助你更好的处理问题嘛。哎呀，是吗？原来只是老板跟员工之间的契约关系啊！叶凡，你就知道逗我玩。苏黎，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够欺负你，就像当初我被人欺负，你挡在我面前一样。什么？
我知道了，我马上到。怎么了？废品站那边有人闹事儿，我得赶过去一趟。嗯。苏丽，你先去停车，我去看看。嗯。老头子，王大妈，刘大爷，这是怎么了？叶老板，对面这两个人拿着掺了水的废纸壳来卖，被我们揭穿了，又逼迫我们按掺了水的重量回收，我们不同意，他就打我们。什么叫掺了水？那是受了潮，不知道就别乱说。就是，这些纸盒一共30斤，按照价格，你们得给我们3000块钱，少一个字儿不成。黄大妈，你先带刘大爷去医院，苏助理就在门口，他会帮你们叫救护车，这里交给我就行。苏助理就在门口，他会帮你们叫救护车，这里交给我就行。好，叶老板，你要小心一点，这两个人不讲理。放心吧，这里我能应付。钱还没给他，不准走。让他俩走，有什么事跟我说，我是这个废品店的老板。好。你行，既然你是老板，那你现在就把那2个老东西没给的钱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那些废纸盒我都看过，边缘有明显的浸水痕迹，一看就是被水泡过，蒸出来有30斤，实际上连5斤都没有。不管，反正我这个纸壳就是30斤。哼，如果你不给我们3000块钱，我们就在这儿闹，闹得你做不了生意。如果你不给我们3000块钱，我们就在这儿闹，闹得你做不了生意。看来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们要再不走，我就请保安让你们离开。小伙子，想让我们走也可以，但是我们从家里拎着纸壳赶到这里，花了2个小时，这其中的人力费和车费，总该补给我们吧？你想怎么样？很简单，人力费加上车费一共3000块，再加上精神损失费，共计6000元。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强词夺理的人，让我大开眼界了。小子，我劝你赶紧付钱，否则你今天的生意就做不下去。我跟你们也没什么好说的，有什么事直接跟治安队说吧。爸妈，爸妈，苏里，对面的是你爸妈？嗯。苏黎，你来的正好，这家废品站欺负人，我们明明带了30斤废品来卖，他们却不收。就是2个小时的路程，居然还要赶我们走。爸妈，我上周不是刚给了你们20万的生活费吗？你们为什么还要来卖废品？难道你们又去打牌，把钱都输光了？打牌怎么了？你是我女儿，赚钱给我打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就是，我俩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就应该报答我们。你如果以后不想看着我们出来卖垃圾，每个月给我们100万生活费。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不能去赌博。你们已经把我买的别墅给输出去了，现在还让我每个月给你们100万，我上哪去弄100万给你们啊？你们已经把我买的别墅给输出去了，现在还让我每个月给你们100万，我上哪去弄100万给你们啊？
那还不是说明你不够努力？一个月100万都拿不出来，我要你这个女儿有什么用？而且你这个别墅买回来又不住，还不如拿去赌。上次如果我们赢了，就是翻20倍。你知道翻20倍什么概念吗？再说，我们也是为了帮你赚钱，也是为你好。你们这是要活活逼死我吗？女儿赚钱给老子花，就是天经地义。要是现在赚不了钱，那就把帝豪酒店卖了，把那些钱都给我，至少能够翻10倍。而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我给你找了好几个相亲对象，你必须给我选一个结婚，否则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你们有考虑过苏黎的感受吗？关心过苏黎吗？你们根本就不配当苏黎的父母。小子，你算什么东西？我教育我女儿，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是苏黎的男朋友，她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是苏黎的男朋友，她的事就是我的事儿。之前我还以为苏黎这种正义感十足的人是出于优秀的家庭教育，现在看来，倒是苏黎没有受你们2个人的影响。苏黎，我命令你立刻和他分手。找这种开废品站的废物做男朋友，你让我和你妈的脸往哪儿搁？苏黎，你身为帝豪酒店的老板，我给你推荐了那么多富家子弟，你不选，你偏偏选一个收废品的穷小子，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是要给我相亲吗？你们分明就是想卖女儿，你们就是想找个大富人家，收了彩礼好继续去赌博。那你别管，你是我的女儿，我要你嫁给谁，你就得嫁给谁。苏黎，爸妈也是为了你好。你要是嫁入大户人家，爸妈也能跟着过去享福啊，又何必像现在这样空做呢？那你们的算盘怕是要落空了。我苏黎这辈子除了叶凡，我谁也不嫁。我苏黎这辈子除了叶凡，我谁也不嫁。你，他一个开废品回收站的，想娶我女儿，我不同意。现在是21世纪，苏黎要嫁给谁，还不用征求父母的同意。叶凡是吧？好，要想娶苏黎也可以，但为了保证苏黎嫁到你家后不会受苦，我必须看你的态度。什么态度？彩礼至少1000万，代步车至少得是500万的豪车，房子至少300平方的大别墅，而且每个月必须给我们200万的生活费。这条件如果你能做到，我就将女儿嫁给你。这条件如果你能做到，我就将女儿嫁给你。你们这和卖女儿有什么区别？我的要求就是这样，他要是做不到，只能说明他配不上你。叶凡一个开废品回收站的穷小子，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配得上你吗？怎么样，叶凡，这条件你能做得到吗？这可是娶我们家苏黎的最低标准，你若是做不到，就尽快和苏黎分手，别耽误了苏黎的前程。你看他一副穷酸样，一看就是在废品站工作的。不怕兜里连1万块钱也拿不出来吧？谁说我做不到的？陈经理，10分钟之内给我送10套别墅钥匙，还有5000万现金，送到3方废品回收站。是，叶先生。10分钟之后，你们就知道我做不做得到。叶凡，说好听点，你是废品站的老板；说难听点，你就是个捡垃圾的。哈哈哈，还10分钟之内让人送来5000万，你以为你是亿万富翁啊？上天，我看我们不能把苏黎嫁给这种人，没什么真本事，还自视甚高。爸妈，你们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们说的是事实，要是叶凡他能做到刚才的要求，我苏胜天的名字倒过来写。啊，
叶先生，我是您在汇丰银行的专属对接人，您需要的东西我已经如数送达。这是海天别墅的钥匙和房产证，还有劳斯莱斯的车钥匙。这里还有5000万的现金啊！现在你还觉得我能不能做？这里还有5000万的现金。现在你还觉得我能不能做得到？当然做得到，一见面我就觉得叶凡你一表人才，肯定能给苏黎想要的生活，我一点都不担心。是啊，能有这么爱她的丈夫，苏黎开心还来不及呢。我们做父母的又怎么会反对呢？有了这些钱，我一定能够翻盘，把之前亏的全都赚回来。那辆车拿去卖，肯定不止500万。等我拿到钱，一定可以赚更多辆豪车回来。好女婿，哎，这是何意啊？对呀，我们就是想多看看聘礼。叶先生有令，如果想要拿到这些聘礼，就必须把这个断亲书给签了。我们就是想多看看聘礼。叶先生有令，如果想要拿到这些聘礼，就必须把这个断亲书给签了。断亲书？不行，苏黎是我女儿，怎么可能说断就断？别急，继续听他们说。那既然这样，这些聘礼你们今天就拿不走。如果不签断亲书，这些聘礼只能在婚礼上展出。什么婚礼？那要到什么时候？我们签的……你疯了！要是让叶凡知道我们在外面签了3000，他怎么可能和苏黎结婚呢？我们不能把这个金龟婿放跑啊！那怎么办？要是签了这断亲书，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找苏黎要钱了。苏黎什么样，咱们能不知道？就算我们签了断亲书，到时候在苏黎面前哭一哭，闹一闹，他不照样得继续管着我们？这断亲书，我们签。到时候在苏黎面前哭一哭，闹一闹，他不照样得继续管着我们？这断亲书，我们签。苏先生，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如果你签了这个断亲书，就意味着苏黎和你们2位再也没有关系，就不再继承你们的遗产和债务，也不再承担照顾你们2位的义务。我们知道了，快点把印泥给我。真是造孽！务必给我断干净。放心吧，叶先生。务必给我断干净。放心吧，叶先生。既然事情结束了，我就先离开了。苏黎，已经没事了，他们都走了。不好意思啊，我自作主张策划这些，但是当我看到你的父母如此对你的时候，我就完全忍不住，所以
我就冲动的帮你和父母签了断亲书，以后你都是自由的了，你的父母都不会道德绑架你，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很抱歉，我刚才冒充你的男朋友。叶凡，难道我不配成为你真正的女朋友吗？叶凡，难道我不配成为你真正的女朋友吗？我哼，都怪你策划断亲，现在我在护海已经无依无靠了，难道你不想对我负责吗？怎么可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而且我之前答应一直保护你的，只是什么？只是我没有想到班长这么快就成为我的女朋友了。原来你是蓄谋已久啊！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班长就一直保护我，而且你也是我的仰慕对象。那时候是我没能力，现在可以给我一个和你在一起的机会吗？嗯。哎呀！妈的，又欠老子5000万，3天凑不够钱，把你们2个老东西扔海里喂鱼去！虎哥，虎爷，能不能多宽限几天？我们实在没有那么多钱呀。是啊，虎爷，我们真的没钱了。没钱？去偷去卖？我管你有钱没钱，3天我看不到5000万，我能喂鱼去。别急，虎爷，我女婿是帝豪酒店的老板，是亿万富翁，他肯定能还得上钱。还他妈骗老子！你和你女儿早都断钱了，哪来的女婿？你怎么知道？我懒得和你们废话，3天我看不到钱，我们去撕！我懒得和你们废话，3天我看不到钱，等着去撕！哎呀！老婆，现在怎么办呀？刚拿到的病历又输光了，现在还欠赌场5000万，还能怎么办？只能去找苏黎好了。可是苏黎成天跟着叶凡身边，叶凡又不是个省油的灯，我们要不到钱呐。这有什么难的？那就这样办。女儿，你爹快不行了，赶紧回家看看你爹吧。女儿，你爹快不行了，赶紧回家看看你爹吧。哎，苏助理，你着急干啥去啊？刘大爷，我爸生病了，我得回去看看。哎，好，注意安全啊！这苏助理不仅人好，能力又强，还孝顺。这叶老板娶了苏助理做老婆呀，可真是有福气哦。哎，刘大爷，哎，苏助理呢？他之前收了个短信，说他爹生病了，火急火燎就走了。叶老板，苏助理没告诉你吗？我还有点事儿。哎，叶老板，这两口子还真是的。哎。别挣扎了，哼，你妈绑得挺紧的。
爸妈，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怎么记得我一进家门就失去意识了？这是哪儿？你不用管这里是哪里，你就好好的待在椅子上就行。爸，你不是生病了吗？你这是干什么？你爹我身体好着呢。我和你妈最近欠了赌场5000万，还不起了，只好把你绑了，要挟叶凡。叶凡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什么？你们绑架我，威胁叶凡？苏黎呀，叶凡那个人精明得很，为了逼他帮我们还钱，只能出此下策啦。你也一定能够理解妈妈的吧？我不能。什么？你们为了赌博把我挣的钱全都花了，还想把我卖了换钱，现在你们又绑架我，逼我老公还钱，我怎么可能理解你们？我以视你们的女儿为耻，你们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我们生了你，你就该为我们做任何事，就算我们让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那我宁愿我从来都没有出生。我现在就打死你！住手！给我放了他！给我放了他！站住！苏黎，你再往前一步，我就杀了他！苏胜天、沈斌，你们两个真不是人，居然想靠着绑架苏黎，逼我替你们还赌债。那又如何？苏黎是我的女儿，我想怎么样，那就怎么样。你给我闭嘴！你们早就已经签了断亲书，于情于理，你都不是苏黎的父亲，你就是个畜生。苏黎只要身上还流着我的血，那她就是我的女儿，她就得一直养着我这个父亲。够了，别吵了。叶凡，我要的东西呢？快点给我交出来！这里面是我全部的资产，现在给我放了苏黎。这里面是我全部的资产，现在给我放了苏黎。你当我傻？赶紧把卡拿过来！没拿到卡之前，我可不会放人。我要是过去了，你们拿刀抵着我怎么办？叶凡，你快走！他们这种赌徒的话不可信。苏黎，妈的，从小到大总是让人不省心，给我老实点。叶凡，你别听苏黎瞎说，我们怎么可能会害你呢？我们只是想还赌债而已，以后我们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以后我们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叶凡，我命令你立即松手，否则我就杀了苏黎。快点儿，不然我杀了他。黑金卡，这下我们可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黑金卡的人了。我们想要什么都能够得到。老婆，这下以后我俩再出去赌博，再也不用看这个废物女儿的脸色了。我们想玩多大就玩多大，我们有的是钱。现在立刻给我放了苏黎。放了苏黎，那以后谁来给我们赚钱花？什么意思？那当然是把你和苏黎全都握在手里，给我们赚钱啊！要不然这卡里的钱花完了，谁来给我们钱花？所以说从一开始你就没打算放过我和苏黎，对吗？现在知道已经晚了。虎爷，虎爷，虎爷，
你说的是他吗？这，你真的以为我会轻易相信你两个赌徒的话？什么都没准备，直接过来吗？都不许动！谁再敢靠近，我就杀了苏黎！看到你们身上的红点了吗？你猜是子弹快，还是你的刀快？苏胜天，你个懦夫！求你了，饶了我！都是这个女人还有虎爷指使我干的，我也是受害者，求你饶了我一命吧！我们只是相欢赌债而已，我们有什么错？实话告诉你们吧，如果你们拿着卡就走，那张卡里的钱足够你们还清赌债，剩下的钱够你们安享晚年。但是你们贪心不足蛇吞象，居然想要控制我和苏黎，那你们的余生就在监狱里度过吧。叶凡，你别得意，只要我能活到出狱，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出狱，你犯的罪即便不是死刑，也够你在监狱待到下辈子。好好忏悔吧。让你久等了，前半年一直在忙帝豪集团的事情，导致我们的婚礼一直拖到了今天才举行。大喜的日子不要道歉，这半年你的艰辛我都看在眼里，辛苦了，我的首富先生。久等了，首富夫人。好。